如果你是 Go 3S 的用户，你应该抱怨过电池。如果你在犹豫要不要买 Go 3S，很可能原因也是出在电池。拿出来用没半个小时，我就得放回 Action Pod 的使用体验。我相信使用过的人应该都懂这到底有多么的难受。而如今，一个小小的电池包，你们产品名称到底是谁在取的啊？包在哪里？它包了什么？跟 GPS 预览遥控器一样阿杂，标新立异耶。好啦。电池包这个可以帮你解决 Go 3S 本体续航力不足的问题，这一点非常的强大。这个配件的诞生足以席卷整个 Vlog 市场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特地拍一集内容专门讲这个。打个岔，我好像没有在我的频道开箱过，难得开一下。毕竟 Go 3S 的销售方式很特殊，就是 Go 3S 它最基本的套装也一定会包含它主要几个常用的配件。盒子掀开来，会先看到一个主机。拿下来以后会看到它的整个套装，首先会看到 Go 3S 的本体，还有 Go 3S 的 Action Pod， 就是它的充电盒。除此之外，你会拿到它的磁吸挂绳、粘性吸盘，还有它的帽夹。帽夹下面还有一个转接的支架，可以直接吸 Go 3S 本人。这样子的好处是，对于不想要花时间认识配件的人来说，你闭着眼睛买最基本的套装就好，简单很多。虽然你不一定用得到所有的配件，像我就用不到帽夹，就我不喜欢戴帽子。但其实你去看商城会发现，这些配件其实原本也没有很贵，所以我觉得比起捆绑销售，他们更应该被视作 Go 3S 的赠品。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，但拇指相机也没有对手啊，就是 Meta 眼镜算吗？好，算了，我们继续。讲回这次的新配件，电池包为什么重要？我们不花时间解释电池的设计，但简单的说，你想要在机器上面开一个电池仓，你的体积会变大很多。加上 Go 3S 的 Action Pod 充电仓又有一个放主机的凹陷，你还要把图传也放进去，就是你要放的东西太多了。Go 3S 本体又要维持迷你的体积，大家都不能换电池了，就续航看起来就比较废。本体拔下来居然只能连续录影38分钟，这还是官方的数据，实际上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就会没电。频繁插拔 Action Pod 也会让人降低使用的意愿，所以电池包的出现让 Go 3S 从以前的可用变成理论上续航力无限的好用。电池包的设计除了保留前充电后磁吸的卡口，还有它的使用逻辑之外，也支持快充，20分钟可以将本体充电至80%，具备 IP-X4 的防喷件，轻微飘雨是不受影响的，但玩水还是建议要把它拆掉。续航的延长 ，Go 3S 可以长达76分钟 ，Go 3则是可以长达90分钟，1个小时的长续航，代表着如果你有买2个电池包，搭配一个你自己的行动电源，一直持续帮其中一个电池包充电的话，另一个电池包就插在主机上使用，理论上你的录影时间是无限。好了，不是无限，因为它的记忆体容量是固定的，所以如果你买128GB 的话，4K 30P 大概可以拍个2小时55分钟，就接近3个小时这样。2.7K 30P 可以录4小时又22分钟，我只建议拍2.7K 30P， 原因后面我会一起说。但断断续续的录影记录生活，我觉得真的很够用，录1-2天应该都不是问题。如果你额外有买闪传伴侣的话，你也可以利用吃饭或是通勤的空档进行备份，把档案转移到手机啊、平板啊，或是笔电啊，或是外接的 SSD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真正意义上不会让你的录影被相机的电量绑架了。电池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首先，低电量的极速快充嘛，我试过你的本体就是耗费到0%的话，插上去也能马上开始录影。而就算充电仓完全没电，插上电池包也是可以独立录影的。这个就真的很强大，就充电仓是不可换电池的嘛，你可能行动电源又刚好没电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拍摄东西了。那如果有电池包顶着，你就还是可以记录生活。小缺点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看不到画面了啊。如果你就真的很想看画面，就看你是要连手机的 App 还是帮你的 Action Pod 插行动电源，或是你懒得看画面，也可以就直接吸着盲拍。Go 3S 本来就是要满足你瞎拍乱拍，随时去记录你生活的快乐体验。充电包到底要买几个的部分，我会建议是2个至少啦。不想带行动电源的话，可以买3个到4个，就表示你彻底决定把它当主要的 Vlog 设备在使用了。像我自己这么多设备的人来说，1个到2个其实已经很够我用了。有2个换着的话，你才可以持续有电。但预算有限的话，也是可以买一个，平常靠 Action Pod 充电，拿出来本体感觉电量不够的时候，才把充电包吸上去。
如果你可以接受有一条线插着的话，充电包上面也是有 USB-C 充电孔的，所以你可以把行动电源插在充电包上面，拇指相机就继续录影，这样就既省钱又无限电量了，超级完美。但这不代表电池包就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，美中不足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无法克服。首先就是这个会改变本体体积的结构。如果你是使用原厂附的磁吸项链、粘性吸盘，你还是可以透过它背面的铁质结构和原装的卡口组合来使用。但有2个情况下，充电包会变成阻碍，其中一个就是你想用本体磁吸，充电包吸上去之后是没有本体这个磁吸的结构的。就是如果你要去吸一些铁的东西，你必须用它的单机身才可以去吸，它没有原本本体上面有的这个吸力。你要直接裸机吸在铁质物品的话，就必须先把充电包暂时拿下来。那另一个的话是帽夹，帽夹是采全包本体的卡口，这样的话才可以用最小的体积跟重量去维持在比较轻的东西上面，就是让它比较容易掉落的东西，像是帽檐啊，会比较不会掉下来这样子。但是装上充电包之后，它的重量就会比较重，它也放不进这个配件里面了。关于 Go 3S 录 4K 30P 会过热的问题，确实存在。就我在室温摄氏26度的室内录 4K 30P， 最终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过热关机并停止录影，而且过热的当下你是没有办法立刻改成 2.7K 30P 或者是 1080P 去继续拍摄的。为了防止热到零件融化，它就是会阻止你继续录影，这是一个硬体上面无法克服的障碍。同样的条件，室温摄氏26度的室内录影 2.7K 30P， 我是可以录到储存空间录满的，所以我应该会更建议你拍 2.7K 30P。当然，这不表示你用 2.7K 30P 拍摄就不会遇到过热。夏天室外高温的情况下，你还是有可能因为长时间曝晒的关系过热停止录影。但拍摄 2.7K 30P 的话，最起码你遇到过热的几率会低很多，所以我可能更相对推荐你拍这个规格。充电包是一个独立的供电，相机在录影的状态下吃电是最凶的，图传本身反而没有那么耗电，所以当我把 Go 3S 插上充电包，并且轮流插上不同的充电包一直录影的情况下，我的 Action Pod 居然不太会掉电量。这非常的离谱，就是 Action Pod 取代了 Insta360 自己 GPS 预览遥控器的地位，彻底变成一个可以远端监控、遥控加图传的真传力工具。不管你是要把 Go 3S 放到演员身上，放到小朋友胸前，放到猫猫狗狗的身上，只要搭配电池包，你就可以及时用 Action Pod 看到你都拍到了什么的画面。远端遥控操作，开始录影或停止录影，远端控制画面的缩放、打标记点等等，一直持续到一整天的拍摄结束 ，Action Pod 都不会没电。理论上就是我用下来是这样子的感觉，相当厉害。过去我们选择要买 S Pro 还是 Go 3S， 都会优先考虑到 Go 3S 的电量是不是不适合专业的拍摄，因为你本体拿出来常常拍没半个小时就要回充电仓充电，维持一下它的电量。就有点麻烦啊 ，Go 3S 在我们眼里就变成一个注定只能生活随手记录的玩具。但电池包的诞生，我真的会考虑把它带去工作，就是用在正式的影视制作上面，用于比较商业的制作，像是整人节目啊，或者是求婚惊喜记录等等。因为它本体更小，更不容易被发现啊。你可以藏在一些运动相机都不太好藏的地方，甚至把它的指示灯关掉，搞不好你经过它，甚至你就是它在你的眼前，你都不会去注意到我有藏这颗镜头，就非常的厉害。而且 Action Pod 也可以远端监看加遥控。S Pro 2想要实现远端监看加遥控，是要额外加购 GPS 预览遥控器的。现在能阻止我不要买 Go 3S 的理由，只剩下低光眼算法拼不过 S Pro 2而已了。还有当然要小心它使用上不要过热。所以现阶段，如果你问我你要买 S Pro 2的运动相机还是 Go 3S 拇指相机的话，我的问题可能再也不会是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录影，而是你比较想要低光的画质，还是想要超迷你的体积，因为它们都可以长时间录影。哇，完蛋了，还是你2台都买？花钱！以上就是这次配件推荐，你们会因为这个配件的出现买 Go 3S 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。有成功帮你生火或灭火的话，请不要按赞加留言，你们的留言都是支持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当然，还想要看什么可以留言跟我说，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拍出来。OK， 就这样，我这边冰岛来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